今次想講呢個概念呢，叫機會成本。咁考試會點考呢？首先會問定義先。咁呢個一定要背噶啦，係放棄嘅選擇之中呢，價值最高嘅一個。個重點係記住啦，係講放棄嘅。咁同埋放棄好多嘅選擇啦。咁只係價值最高嗰個，唔係全部計晒。咁成本點樣表達呢？咁通常呢，用選項去表達啦。咁我哋舉一個擇偶嘅例子，例如揀老婆啦，就算係 Amy 啦，最後你揀咗 Amy， 係 Amy 係你嘅選擇。咁成本係乜嘢啊？可能其實係放棄緊由高至低排列呢 Betty 啦、Cindy 啦。咁根據嘅定義啊，機會成本唔係講緊你嘅選擇啦，係放棄嘅選擇之中咧，價值最高嘅一個。咁其實最高嗰個咧就係 Betty， 所以 Betty 咧就係你嘅成本。咁其他嗰啲咧就乜都唔係嘅，因為揀 Amy 你覺得佢好過 Betty， 咁其實比較緊呢兩個選擇嘅啫。咁其他嗰啲咧就同我哋嘅選擇嘅決定冇關係嘅。咁成本可以用選擇選項去表達啦。咁有陣時簡單啲咧，用貨幣或者金錢去表達嘅。咁舉個例子，好啦，阿 Sir 做個決定辭職啦。咁辭職嘅機會成本係咩啊？放棄教師嘅工作咯。咁呢個好難表達高定低嘅。咁我哋用貨幣去表達啦，例如放棄教師嘅薪金咯、人工咯。咁就用錢嚟計算啦，簡單啲。咁考試要注意嘅地方就係話啦，好多人搞錯兩樣嘢。第一就係選擇，選擇無論變成點呢，因為佢唔係講緊放棄嗰個，成本係講放棄嗰個，所以選擇變成點呢，成本都係冇變嘅。我舉翻擇偶嘅例子啦，無論你揀咗 Amy 變得好咗或者差咗，咁我哋都係即係話咧，你選擇嘅改變係嘛？所以咧，成本其實係冇影響嘅，成本仍然係講緊 Betty。你揀 Amy 嘅成本就係放棄 Betty。咁成本幾時改變啊？即係你放棄嘅選項，例如 Betty 好咗，咁你放棄嘅選項價值高咗，成本咪高咗咯。所以最要搞清楚邊個係你嘅選擇，邊個係你嘅放棄，放棄嗰個先係成本。仲有冇其他可能性啊？就係話如果 Cindy 嘅價值不斷上升，好到咧變咗第二名啊，咁你再揀 Amy 嘅成本改變咗啦，就唔係 Betty 啦，最高放棄之中咧就變咗 Cindy 咯。所以成本永遠係考慮放棄嘅嘢嘅改變。好啦，跟住睇下啲 past paper 點考啦。好，2014小玲面對緊幾個選擇，咁成本答你唔到嘅，因為佢揀咗咩先？我哋揀嗰個唔係成本啦，記住啊，放棄嗰個先係成本啦。好啦，而家揀咗政務主任，正常嚟講咧，你放棄嘅成本應該係會計師。我哋講過啦，有陣時用錢去表達嘅話咧，會計師嘅人工啦、薪金啦。咁而家問啦，政府調低政務主任嘅人工，咁成本有冇改變啊？我講過啦，政務主任係你嘅選擇，咁你揀咗嘅意思咧，係你嘅選擇嘅價值下降咗啫。選擇嘅改變咧，係唔影響成本，因為成本係講放棄咗啲乜嘢，即係放棄會計師嘅薪金咯，係咪啊？OK，好啦，跟住 B 啦，政府向所有畢業生提供失業援助金，咁影響緊咩咧？失業援助金影響唔做嘢嘅得益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其實咧呢個影響緊第三個選擇嘅價值係上升咗嘅，明唔明白啊？好啦，一般嚟講，第三個價值上升咧，我就唔係放棄之中最高嗰個，咁但係問得3分咧，你可以答多啲啦。除非頭先 Cindy 嘅例子啊，如果呢個價值
係超越咗。第二個呢，即係失業嘅救濟金嘅價值呢，係高過會計師嘅人工，咁變咗呢，呢家第三個選擇呢，就變咗去第二度啦。咁我哋話呢，成本就唔係放棄第二個啦，就係放棄第三個啦。放棄之中最高嘅價值變咗啦，咁要講詳細啲咯。咁即係話呢，機會成本考試嘅模式係點呢？通常會問你見到有 A、B 兩 part 嘅，第一部分通常會話呢，選擇嘅改變。你要知道呢，選擇嘅改變呢係唔會影響成本嘅，成本係講緊你放棄個問題。好啦，咁通常第二部分呢 A part、B part 啦，咁佢唔會重複問兩次噶嘛，通常就係話呢，你放棄嗰樣嘢嘅改變呢，我哋話呢，成本就有改變。問題我哋就睇多一題啦，咁就係一個選擇啦，就係話放棄學業做全職嘅運動員，而呢個全職運動員嘅收入上升。好啦，投身專業運動員嘅機會成本有冇受影響？咁都係用翻同樣嘅邏輯啦。咁我哋係選擇乜嘢啊？選擇做運動員啊嘛。好啦，咁運動員嘅得益或者做運動員嘅價值呢，其實就係佢嘅收入咯。所以如果收入上升嘅話呢，我哋係你揀嗰樣嘢嘅價值上升。咁我講咗啦，你揀嗰樣嘢係咪成本啊？唔係啦嘛，放棄嗰樣嘢先係成本啊嘛。咁所以呢個答案就係話呢，係唔會影響成本嘅改變，因為只不過係你選擇嘅嘢嘅價值上升咗。